基层法师、公主法师还有各位师姐、各位师兄，大家晚安。大众请起立。请相对站，请合掌。全体转身向上，礼佛应问讯。全体向基层法师问讯应问讯。大众请坐。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些讲座，放了几个题目，其实呢都贴来贴去哦。那题目呢贴来贴去，那实际上第一天讲的，现在再来讲，我们把那个录音的开，大家听就差不多了。反正他们随便放个题目，那我们就随便讲一讲。不过呢，因为重贴的太多了，所以呢要讲的时候，你又要想到说那天什么讲过了，那还有什么还没讲，那想办法讲一些还没讲的，可是又发现说好像没讲的，但没办法连贯，然后呢，又要从头讲过这样，所以大家就听吧啊，看能够听多少。那我们之前呢有谈到说，所谓的禅，或者是禅定，或者禅法，或者禅观，反正就有一个禅字在那边。那么已经基本上就像是佛教的代表。那么这个是中文字哦。那么在英文或者是在其他文字的这个应用呢，他们就不会用这个字。不过在我们的习惯里面呢，当我们用中文字的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定学的这个修学，大部分都会用禅这个字来涵盖。其实这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算是一种习惯吧。那好像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到说，大部分的地方，他们一讲到定学，大概很少讲定，都是用禅这个字，所以也变成是一种惯性。包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其他不同组织的这个有关这一方面的修行，他们也很少用定，大部分呢都是用禅修，或者是修禅。所以呢，可以说它是一个佛教的这个代表的名词。那么也就是让一般人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就自然的想到这个是属于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最就是影响最深广的这个宗派呢，我们叫禅宗嘛。那就特别强调禅这个字，那个时候应该是用最多的禅这个字用的最广，然后也可以说用的很深。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翻译那么这个如果你们要比较仔细的看呢，汉文就是传统中国佛教的资料里面讲这个最多的应该就是天台。那智者大师呢，基本上可以算是在禅学方面是一个集大成者，同时呢，也是一个开拓者。就是到了智者大师的时候呢，中国佛教的所谓的禅法，那么就很有系统的组织起来。之前呢，有很多翻译的这个经和论，那有些经特别强调是禅经，那么有些经可能它集中在某个方法，比如说比较普遍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叫安波念，安那巴那，就是出息跟入息，入息跟出息的这个方法，
或者是什么禅经啊，类似这样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就是在论点里面一定提到啊，我们知道说论点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一种整理，就是把佛陀讲过的法呢系统化。那我们知道说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读佛书，或者是我们要了解佛教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会从不同的这个角度呢学习，但是呢一定会涵盖的层面，比如说三规五戒十善，然后四圣谛，然后所谓的八正道12因缘，然后所谓五蕴12处18戒，那么这些名相基本上都会涵盖。那么甚至传统的说法说释迦牟尼佛在第一次为五比丘说法的时候呢，就叫做转法轮经，然后第一次转法轮嘛。转法轮经的内容就是讲四圣谛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佛陀当时说法呢，应该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方式说，他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系统，然后再依这个系统来说法。包括我们最认同的说佛陀他觉悟是依12因缘而觉悟，但是12因缘完成12支的这个缘起的这种结构，这个系统呢，其实也是后来慢慢才组织的。所以佛陀当时呢是见到缘起，那么也有很多这些法师他们在弘法的时候发现到说，虽然传说中四圣谛呢是佛陀第一次为五比丘说法的这个经典，讲四圣谛，讲转法轮经，但是在这个说法的过程里面呢，最主要的佛陀还是说缘起法最主要还是缘起法。那么这个缘起法在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回到佛陀本身觉悟的这个体验因为佛陀呢他在观这个一切相的时候，他原本也不是自己发明修行的这个方法，那么禅修的方法呢，他也跟其他老师学，也就是说在印度呢传统都有这个所谓禅修的方法，就定学他们都有。那么每一个不同的系统跟佛陀同一个时期，甚至呢有一些比佛教出现的还早的一些教派他们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意切就是意切呢就是相应身和心相应，或者是你修行的这个方法跟你的心相应，或者是你所了解的理论跟你的心相应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等于说我们现在某个角度来看是所谓的定的一种修行所以意切士也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修禅的人禅是比较后期才用的。然后在修的过程里面呢，不同的教派其实有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这个观想那佛陀跟随的几个老师呢都教了佛陀，然后那个时候是苦行僧他还没有成佛，然后跟他们学了以后呢，发现即使能够修到最深的定叫非想非非想定，出定了以后呢，这个烦恼还在，所以觉得还不是真正断烦恼的。然后佛陀当时呢在菩提树下，他观的时候呢是从生死轮回观起，因为生死轮回是苦。那么怎么样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呢？因为有生死轮回的这个动力这个动力呢，一方面是你遗留下来的一种力量，比如说你的心我们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做过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忘记它，或者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它有一种执着，对它有一种执着的话呢，它就会遗留下这个一种潜在的力量因为当时所谓的业就是一种造作行造作或者是业
像在八正道里面，我们讲正业的时候呢，这个业我们现在普通的用法，这个是中文的用法呢，正业我们就指的是什么？正当的行业。可是在佛教正业不是，正业呢是正当的行为，正当的行业就叫正命，有正当的一种维持生命的方式，正命。正业呢是正当的行为，所以业呢是一种行为，行为就是一种造作。那么造作过后呢，它就会遗留下一个力量，什么力量呢？就叫业力。所以就是有业力有这个业力了，它就会形成这个所谓的轮回的作用。也就是说，你有业力的话，招感这个业报就会现行。现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有执着，所以生老死变成是一种苦。那这个苦怎么会有呢？就是因为有有。那么有呢，在佛教里面的用词蛮多的，其中一个呢，就是指你有钱留下这个遗力，遗留下来的这个力量，所以叫业力。所以我们后来呢，发展出来的就有所谓的现有、中有、后有。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是有的，然后呢去世了以后，它本来就是后有，就是我们现在造作，然后遗留下来后面的一种就后续的这个力量，就叫后有。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生死轮回没有解脱的话，我们就叫做后有。那么后来呢，才出现了所谓的什么呢？中有，就是从现在生命的结束到后面生命的出现，中间有一个过程叫中有，这个才开展出后来中阴身的观念。所以有中有。但是呢，现在南传佛教的这个系统里面就是他们是部派佛教里面所谓分别说部的，他们不承认有中有的，就是他们不认为有中阴身。他认为说人的寿命呢结束了以后，那么下一个刹那他就转世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作用？就是业力不可思议。就业力的作用里面呢，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它就是有这个力量。所以他们因为中间呢没有这个中有，所以在他们的说法里面就是你轮回就是当下的，由这个刹那结束，下个刹那这个轮回就又延续了。所以中间呢没有一个过渡，中阴中有其实就是一个过渡。后期呢，当然部派佛教里面也有争论这个问题，像俱舍论他就有谈到这个中有。然后大乘佛教讲中有讲的比较多，然后我们还说它有49天的这个寿命。那么讲得更仔细的，就变成连中阴身也可以救度，那就密教的东西出来了。密教就讲到连中阴身都可以救度的。然后可是在南传佛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这个说法，所以呢南传佛教呢就尤其是西兰，他们对人这个死后身体的处理呢就比较能够放得下。所以他们那边呢现在是全世界的眼库，捐眼角膜最多的就是在斯里兰卡，因为他们都相信人去世了以后，这个肉体就可以直接放下，因为他就转世了。所以他们的眼角膜都可以捐出来。那我们这个中国佛教的都不敢，我们还要8个小时，然后还怕痛，怕痛了以后起嗔心就往地狱那边躲。所以我们讲的是大乘的佛教，可是我们行的都是小乘的行为，都只想到自己所以太虚大师才感慨，中国讲的都大乘，行的都小乘。可是呢，南传佛教讲的是小乘，行的都是大乘，那他们都可以舍身就是马上可以把这个身体呢捐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同系统都有这个说法，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有不管是哪一个程度的这个有，实际上就是讲到说你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它就会继续的延续。那么这个有是怎么来呢？就直取而来直取就是一种行动了。直取因为有直取呢，有行动，所以它就会有这个有当然也是一种行就是
取就是一种造业。那怎么会造业呢？就是有爱染啊。这个爱染怎么出现呢？因为我们有情绪上的反应，尤其是负面的情绪就造作的业，就是负面的业。然后如果是你分别的时候呢，你的心是偏向善的，你是在造业。只要造业，你就会有有。那么这个有呢，自然是从这个爱，然后取就是一种造作之取嘛，然后有这个爱呢，是因为有受。其实这个时候呢，就生老死是因为有，生老死本身就是一个轮回来的生然后到老死嘛，那就是因为有一个有之取然后有这个有才会形成这个轮回的作用，那是因为之取造作，那是因为有爱基本上呢，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轮回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已经讲清楚了，爱取有生老死。但是要讲得更细的话呢，就讲到这个受，就是一种分别，情绪上的一种分别，情绪上的迷惑，从受到爱，这个就是迷惑那这个迷惑就是在跟境识合合的时候处已经实际上到这边已经把整个轮回讲清楚了。无知因缘起法跟气质缘起法基本上讲清楚了。再往上追溯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六入，然后呢名色事，然后行和无明。那么无明呢是动力，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所以佛陀呢，听说就是见到这个12支轮回，那12支缘起的这个轮回，它是从生老死那边关回来关回来的时候发现是这个无明。其实呢，他就在关到这个爱染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是迷惑了，因为迷惑我们才会造作所以就感性上的迷惑就是爱了就是情感上的迷惑就爱。那么如果是情感上的迷惑，之所以会迷惑呢，就是因为这个理智上有迷惑，所以就到无明。那么无明后面其实无明言行的时候，后面这所有的这些行，就是所有的种种的作用，基本上都可以涵盖在这个行里面。不过呢，把它分得细一点呢，就无明言行、行言事、名色，然后六入，然后爱取有、生老死，就这样子来看。但是佛陀观呢，它是从这个生老死这边一直观上来，所以观到时候无明和爱染是生死轮回的动力。那个时候他就破除了所有以前老师教的那么最主要的他破这个无明是什么无明呢？就我见的无明就是说所有的生死轮回的作用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是根本的动力。那么就是你迷惑了，所以我们呢对自己来讲就是我爱，我爱呢就是情感上的一种迷惑。我见或者我痴这两个是无明痴呢是无知的状态。那么见的话呢，就是不正确的知见。那么这个不正确的知见其实呢是针对当时大部分的这个教派，因为在印度呢，他们的教派里面全部基本上都承认轮回。在印度的哲学，在印度的这个宗教里面，一定有轮回的观念，而且呢是确认这个是必然的。那么其中只有1-2个教派不承认轮回他不承认轮回，基本上就是属于唯物论的。所以印度当时6世外道里面已经有唯物论的说法了，就以物质为主的。那么其他不同的这个教派呢，基本上都说是有轮回。有轮回的话，怎么去观这个轮回？不同的教派就有不同的说法。佛陀跟好几个老师都学过，可是呢，他就是不能因为了解他们教派的那种说法而解脱，所以他知道说教派里面呢都有问题。然后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基本上每一个教派一讲到轮回，一定有一个我在轮回。然后佛陀才发现说，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我。那你相信我才能够轮回，那就是有我才能轮回。那么有我才能轮回，他们又需要说有我才能解脱。
所以就会有什么假我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最内在的这个什么真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观念就会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呢，像婆罗门教，它就小我，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是小我。这个小我是怎么来的？是由大我而来，就大梵天，他在印度他们承认4个阶级嘛，那4个阶级呢，大我就是这个梵天是他们的根本嘛，那根本呢，它生出这个4个阶级啊，从口就生出啊他们的这个婆罗门，所以婆罗门代表梵天，Brahman 本身就是梵嘛，就是婆罗门，他就代表梵天，也他们就是宗教师，所以是地位是最高的。然后这个刹帝利呢是梵天的手生出来的，所以他是掌管这个国家的，就是那些贵族他掌管的这个国家，包括国王，所以听说佛陀也是刹帝利族的。那么在佛陀那个时代呢，其实刹帝利跟婆罗门他们也在争2个阶级谁的地位是最高，常常也会有这个过程。但是一般上呢，就婆罗门还是会普遍上受到最高的尊敬因为属于宗教师。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有一些有权力修行的人，他们就会出家成为沙门。婆罗门是在家人，沙门的话就是出家人然后下来呢就吠舍呢就是梵天的肚皮生下来的，所以呢照顾的是民生的问题，所以就是一般老百姓所有的那些贵族以外、宗教师以外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然后被他们征服的那个民族，就是印度原本这个原住民长得比较黑、比较矮的那些，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一种文化，蛮高度的文化。本来雅利安族的人征服这个